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，何为天家尊贵，何为庶民卑贱。住手！你有没有事？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，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，怎么？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她？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陈家娘子哪里？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。哎呀，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。夫君无爱，儿子无能，儿媳无良，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，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。妹妹是心中有怨气，所以特意跑来羞辱于吗？我可没有怨气，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。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钱安王而来。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，说是寿春生活清苦，想在蜀地铸些钱花。我们钱安王一脉为了圣上当年的基业，死的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。这些个小事，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。朝堂之事，余向来是不过问的。妹妹找错人了。什么不过问？你可记得当年我们钱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？你阿父死了，是我家收养的你。妹妹慎言。什么慎言？你才慎言呢！我以前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？薛神安，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，便可以对我不屑一顾吗？詹儿，发生何事？皇后与文秀君有些争执，皇后吩咐关闭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怪你的人个个称赞你温良恭俭，我呸！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，我待你不薄啊，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。我哈父母还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连雪狼婿都给你挑最好的，位至帝王，这你都忘了吗？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，余永世不敢忘。可是我阿父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家将不取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，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，还被圣上立做个活招牌。现在活着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，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义恩情之人。陈娘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阿嬷，阿嬷，少少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皇后要请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。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少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，她是护着你，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秀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人，果然是那庶子重义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，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钱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钱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
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商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称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，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轩轩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，话是我说的。若你觉得我说了实话冒犯到了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休弃的疯癫之妇所生。虽然自幼在宫中教育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。子慎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连训几日的小女人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，何为天家尊贵，何为庶民卑贱。住手！薛神安，我安迪要铸币全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，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只是个忘恩负义、手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。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，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。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，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亲？早在最初，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却有兄弟姐妹几十人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。今日我是来求皇后照拂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当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止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啊，今天是意犹未尽啊。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，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奏稿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
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，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，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里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南。若我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小月侯当年因不满圣上娶皇后，一直是老乾安王为眼中刺，怎会那般好心替他探路？他巴不得宣氏一族全部死光，岳飞就可做后位。盯死小月侯，继续查。是。我倒是何人被长秋宫撵出来了？原是文修君啊！皇后最是宽厚仁慈，今日怎会不容你这个昔日表姊妹，令得文修君如此羞恼离开呢？我们文宣两家之事，就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听闻文修君是为寿春矿铸币事来求皇后的，怎么？乾安小王已无米下锅吗？也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要铸币之权，穷疯了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不劳三公主费心。三公主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